大家都知道我喜欢西装暴徒，好像 C63啊、C43啊，斯斯文文派，可是它是可以踩油就去的。今天我们身后面来一辆奥迪，想当年非常风光的 S8。哇靠哎，这个是什么车呀？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 Eder 不是一个车评，只是 POV 了。欢迎回到我的频道，欢迎回到POV 试驾系列了。今天在我身后面有一个当年非常风光的奥迪 S8，那它是2012年的车，它是一个4.0的 V8 Twin Turbo 的引擎，那原厂有520匹马力耶，在一个这么大型的房车，而且它是叫做 Full Size Sedan， 它的车身长度是超过5000mm 的，轴距呢大概接近3000mm。它的对手呢就是像 S Class 啊，或者是7 Series 啊。S Class 呢当年有 C63。7 Series 好像没有什么太多性能的，好像760吧。那这辆车呢就是 A8 的，可是它就移植了一个更加强的引擎。那我们今天就欢迎我们的车主Johnny。哎，你好！大家如果还记得他的话呢，在我这个频道有一个也是非常经典的车，它叫做恶魔之眼 CLS250，你就可以看到它出现在这个频道了。到时候就有跟大家暗示到，他就说买了一辆车，然后到时候给我 review。为什么你会选择奥迪 S8 呢？因为其实之前我那辆车就是有去改动力，然后就改了 Boring Turbo， 但是它的马力上到不是我要的，然后基本上它还没有达到我的马力的要求，但是它的整个车的状况就是水温油温都很快上，驾起来不是很舒服，到它的极限了。那时候我试到我朋友的 S7， 它原来420匹，然后感觉到就是大 CC 大马力，感觉是不一样。你一踩油一点点，它就发力的很快，也没有这么容易喘。听说这辆车1000多转就来动力，对，1000多转。俗语说的好啊，排气量就是王道。入税1年的大概是多少钱呢？6500多。油耗其实试过最低的话8.2，因为它是可以用4升的跑。哦，对，这个车有一个科技，当年就是你不需要用到8缸的时候啊，它就可以用4缸。对，B缸。就好像当年 Honda 也是有一个叫 VCM 啊 ，Honda Accord 第8代它有一个 V6 的也是一样，平常的可以跑3缸，在踩完油的情况下就跑6缸了。这辆车是真的是非常的好看，因为它够大够长，轴距越长的车啊就是越舒服。再加上这辆车有一个跑车可调式的这个避震器，如果你在 auto 的情况下呢，你维持着跑这120 km， 把握维持在30秒以上，它这车身会降低一个20mm。如果你是 dynamic 的情况下，它再降多一个10mm， 这个应该是 normal 吧？所以你看到它的高度呢，大概是2根手指，轮圈是非常大，20寸，前面用着265/40R20，后面也是265/40R20寸啊。这辆车呢，它是跑这个 Quattro 的 system， 奥迪非常拿手的一个4驱系统，用着 Michelin 的 Pilot Sport 4S 的轮胎哦。哇哦，这个粗啊，这一轮怎么说原装都有520匹马力，所以它再配上一个6活塞的刹车卡钳，可是它是没有喷颜色，是非常的低调的。后面的方面呢，也是有一个单活塞的刹车卡钳，大概2个手指的高度。为什么是 A6L 在后面呢？然后你还要连一个 Hybrid 在这边，为什么？因为比方 S8 很多人会要贴你的车尾，如果是还要再贴的话呢，我们就是扮出只老虎了。如果会看的人呢，你怎么看下去它都比较大辆，都不会是 A6 啊，都是 full size 的这个 sedan。第二个排气管呢，它是双出 side mirror 是银色的，要记得奥迪或者是 Volkswagen Golf 的系列啊，只要它是银色的这个 side mirror， 它就是天花板了。这个是它的车钥匙了，然后就换上了一个套。有电动尾门，你可以在奥迪的4力全 logo 下面有一个电磁阀可以按，或者是按这个钥匙。哇哦，有没有脚踢也可以？脚踢也有啊。通常这种豪华车呢，它是没有的座椅背倾倒，因为第一个就是考量到隔音，哇，它的 fuse box 全部躲在这边，所以买车很少见看到20寸的 spare tire， 它很大力，这边的但是它
20，因为20寸 caliper 跟那个要过掉它，然后最多可以走80 km/h。那你是不是因为这辆车有 spare tire 才去买的？马来西亚买车就是要看 spare tire 的。尾箱空间不多说，非常的大哈。这辆车的这个悬挂方面呢，它是前面是5连杆，后面是一个 T 型的多连杆设置，比较少见的。这辆车主要是会买这辆车是什么人呢？可能他是老板，可是又喜欢下班之后呢，就作为一个西装暴徒哈。所以你看它的后座呢，其实是老板座椅的后座。可是这辆车因为它是 S8，它大量的用了很多这些碳纤维的地方，看到吗？碳纤维，还有一些银色的饰板，而且这辆车怎么说都以前都是1.2 million 左右的新车，它这些用料上面呢都是非常的顶级豪华的。但是呢，你只需要用到以前车的18千，18千对，18就可以买到这辆车了，150千里面就买到了。对，这辆车的 condition 真的是非常的棒，你手把这些完全是没有黏黏的，磨到的地方都是皮革，然后这些阿坎塔拉的布 BOSS 的音响，旁边这是有冷气出风口，还有喇叭 Carbon Fiber 有没有？它的椅子不能调的，这个不能调 ，S 的会可以调，大多数是 A8比较可以调。哦，我看到 S8在台湾那个有诶，少数很少数。中间其实是一个座位，可是不好坐的，通常都是把它拿下来存为一个手扶，然后这边就是可以调一些冷气，老板需要的哈。然后这里还可以手扶箱，舒服，多过一个拳头，腿部空间多过一个拳头。前面一天跳车之后驾驶座位哈，身高173。哦，那个 Mickey Mouse 的那个头枕哦，哇，坐在这边睡觉没问题嘞。座椅呢都是偏软的哈，然后腰部真是非常的棒，然后软软的，很舒服一下。那个把灯按下去的声音，真的是非常棒。以前12年就没有这么流行气氛灯，就可是在上面顶了，就有一个白灯这样子啦。我可以看到上面这边有一个白灯 ，Carbon Fiber。Oh my God，Relax， 这是哪里买的？还有一个遮阳帘这边 ，OK。还有一个电吸门的这辆车。座椅方面呢，就有这些电动座椅啦，一定是少不了的。那它的把灯也非常的多，可以调很多，包括这个椅垫的长度啊。我相信 Blind Spot Monitoring 哦，现在的很普遍了，以前是不普遍的这种科技。我的把灯还很新呢，还有2组的记忆座位，这个可以开的哦。可以搭上来可以。哇哦！真的好，然后这里有电动尾门，我很喜欢这个仪表，很3D 耶，你肉眼看得到清楚一点，可是在镜头上的你们呢，可能看不清楚。也就是现在很多汽车已经是不再用这 analog 的仪表，对于我来说 ，analog 的仪表是真的是有层次感的，非常的漂亮，很好看的。对于我们的视觉感官来说，尤其是你看这个 S8的这个厂徽哦，它是凸出来的嘞，这个就是液晶仪表盘做不到的东西，所以我还是很坚持喜欢这种 analog start button 在这边，我打着一下。看一下它的这个 meter 哈，哇哦，看到了吧各位 ？OK， 早上的时候 cold start 哦，它是不是会这个红灯会在这边4000转左右的？5000转，5000转，然后它慢慢越来越热的时候，它慢慢跌，哇，很漂亮。这里有彩色的荧幕，非常的高清。12年来说是真的是非常顶配了的。我们听一下这 V8 声音啊 ，Oh my God，Oh my God。Oh my god， 那个声音真的是绝了！中间呢就很多大量的碳纤维，奥迪是真的毫无疑问的这把灯啊，有没有？那声音排档杆呢，就是要按这个按钮。OK， 进入第一档。现在是 S 吗？但是它是 for 压箱的 S 啊 Sport。如果是讲你要开车的 Sport 的话，你就开 Car， 然后这边哦 Dynamic， 按下去。我要这样子按的哈。对，没有别的拨杆那些了的哦。没有。有些他们是改了 steering 过后这边有加一个可以哦，这样会比较麻烦哦。还有一个我看到，这个手动模式 manual mode， 哇哦，这样子方便一点。然后就是去到 R， 这是退后。哇，还有360 camera， 哇哦。它360是可以选它的，比如说你要触那个车头的话，一下，它可以选前面的左右。左右。后面的左右。然后我去到 P， 来，还有电子手刹。然后到后，弄一个放 CD 的地方，还有一个时钟。怎么说这辆车都是比较豪华顶配哦。循迹系统关闭，还有后面的遮阳帘，这边还有一个 Auto Start Stop、Parking Sensors， 还有这个也是遮阳帘。这里按了之后哦，哇，红外线的 display， 哦，我以前的 S Class 也是有，我记得。这个灯是开了过后，雨天的时候它会加强照射地面，它会开多一个灯，然后它的灯也会往下照比较多。这么厉害！这是雨天的时候用到的，这是后面的咯。然后这个就是内饰的但是灯光调节。内饰的灯它转的话，它全部的灯会跟住一起。啊，就是这些把灯。你看它的那些，好漂亮哦！没有天窗，你的收放这些眼镜盒。
我们去打开引擎盖吧。很低调的一个 V8T 在隔壁，然后这辆车的大灯哦，想当年叫 LED Matrix 啊，LED 大灯，然后这个远光灯。这辆车还有一个常徽 S8，然后前面就骗不了人了哦。主要是它跟车尾的时候。V8 TFSI 啊，这颗引擎呢是来自一个4.0公升的 V8双涡轮增压的8缸引擎，原厂可以产生520匹马力，还有649个牛顿米的扭力，配搭这个8速的 ZF 的变速箱，它不是用 Dual Clutch 哦，它是跟 RS6 跟 RS7 一样的 engine 跟一样的压箱。因为如果是 S7 的话，它是 DCT 嘛 ，DCT 对。对，但是它不可以承受太大的扭力，一定要用到 ZF8，所以它其实这辆就已经是 RS8 了，只是因为 R 它要放在 R8，所以它才没有出。哦，所以这辆车其实是 RS 的 level 来的。现在你只是改了一个 intake 跟一个 downpipe， 然后就上马力了。现在机头是744，扭力808，算它保守一点，我上马力有700匹哦，有800个牛顿米的左右。啊，这个车房车耶，0到100呢，当年他们是宣布大概4秒以内，现在 remap 之后还多一个200匹左右，也就是为什么 Johnny 说花这么多钱改 CLS 也改不到这样的动力数据。但是这辆车哦，你买的时候你有没有听说过比较难maintain啊这样子？其实还好，因为它有些东西是跟 Volkswagen 共用的，所以如果是你以房车的角度来讲的话，它会比房车的维修贵。但是如果是你它 Supercar 的 engine， 它会比他们便宜很多。哦。因为如果你是买辆 AMG 的话，你很多的料你要用回 AMG。对。但是这个它可以用 Volkswagen， 其实蛮多车用这款引擎的。包括了 Bentley、Volkswagen 大多数也是有用，好像4.0也是用这个。Volkswagen 集团旗下的车。Aluminium 盖，将近整个车身都是 Aluminium 啦，所以不会生锈。车身比较轻，可是有一个缺点就是，如果撞到的话就维修就难了。它不像铁可以拉回来这样子。它的驾驶模式每次叫按 Car 啊，这个按 Car 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调有 Individual Mode、Dynamic、Auto、Efficiency。所以我们现在是换 Comfort 啦，试一下这辆车的这个驾驶感受。然后这里中间呢就有一些资讯表，看到这边一些Digital Speedometer。呀，然后 Adaptive Cruise Control， 哇哦，都有了哦，当年 Onboard Computer。OK， 那我们就看 Speed 就好了。啊，就这样，走了 ，Let's go。哦，好像打 game 这样啊。哦，还要自己会自己放哈。我很少用，其实我没有用拉 handbrake 很少。哦，那个方向盘的感觉。哦，还在走着的时候，那个 seatbelt 会拉你一下哦。大排气量的话呢，你听到微微的那种沉沉的那种声音，是从引擎室里面传出来，很优雅的那种，而且不是给你吵的那种，非常的爽啊。方向盘是偏重的这辆车感觉上它给你一个感觉哦，好像有一点在加 hydraulic 的感觉，它给你满满的那种沉重的感觉，哇哦，很直接。哇，这组8速的 ZF 哦，这个 ZF 不差。它的那个换挡的速度跟逻辑啊，真的是非常的棒，有没有？你看现在新款的 M4， 以前都是用 DCT 嘛 ，F82，G 到 G82的时候呢，他们就因为要四驱系统也是第一个啦，第二个就是它换上了这个8速的 ZF， 换挡那个速度也是不差，所以很厉害，真的很快，很接近 Dual Clutch 的，很接近，真的，一 map 上去更加快。看，它的 Airmatic， 好舒服，有没有？哇哦！稍微踩一个28%的油门 ，Oh my god！ 你看它换挡，你看它换挡。我很明白啊 ，Johnny， 你那个感觉是我的转速都不用很高了，是我这样子轻轻踩而已。基本上各车的时候它都还没有发力，我还没有用就放油了，就是说我没有用全力，我只是需要用28%的这个动力不到。那就可能你想一下，这为什么要贴 A6L 在后面？因为那些有些车是这样子的哦，我马力大，我就要欺负那些弱小的车。可是他又不懂车的话，就贴咯，贴近了之后呢，谁知道这辆车是 S8？ 没有人懂，除非你会看的人才懂。所以你踩油的话，可能他用100%来追你。你的油门可能只需要28%就已经拜拜它呀，这个就是那个所谓的扮猪吃老虎，也就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 style， 非常喜欢。哇，这个 lane departure 这个车的都还没有超，这个 dashcam 在超呀，这个车也是有，不过还没有配对到，那去修它的那个修。它的 blind spot 是以前早期的这个在 side mirror 这边的。其实我比较喜欢这个在这边的，新的不是在那个镜片里面吗？这我觉得镜片里面有时候会影响我的视线，反正我觉得这种会
更加的适合我这样子啊，会更加的清楚。哇，很舒服啊！如果我现在把它去到 Dynamics， 就是它的 Sport 嘛，看一下它的乘坐体验有没有不同。这样车我感觉到会低掉了啊，方向盘很重，更重，然后加上它更加直接，然后我摆动一点点，那个车都在摆动了，更加直接喽。其实它也没有讲很跳，因为我比我想象中舒服很多哦。可是啊，你会明显感觉到这辆车会有路感多一点，而且它的这个侧身也比较低了一点。哦，它的档位现在是在 S6呀，然后如果要切换到这个，你直接用手按就可以了，就可以退了。哇，它的反应也是相当快，来按，哇哦，你看它的指针啊，哇哦，你不讲它不是 low crash 的话，没有人懂啊，真的。没有人懂它是不是，因为它的这个换挡的速度真的是有够快的，有没有 ？OK， 然后通常一般你是放 Comfort 嘛 ，individual 的你的模式是设置在怎么样啊？就是 suspension 比较软，但是 steering 比较重啊，比较重。然后我的那个 exhaust 的 valve 是开的，所以会听到声音哦。我现在听到了呀。哇，这种很舒服有没有？我们今天坐这3个人在车上，你扣坐在后面，你觉得怎么样啊？很舒服有没有？这台引擎到 EA824，那 Johnny 有跟我说，它其实是 EA888 2个结合在一起，其实824了。之前我 review 过一辆 Bentley Continental GT 呢，它也是用这颗引擎 4.0 V8 的。那后来呢，Lamborghini Urus 呢就提升了嘛，叫825是吧？对，825提升了，就是升级版。哇，这个我才是第一次上手到啊。那这种车跟 Continental GT 加起来完全不一样的感受，因为这辆车是一个非常长，车身长度5000多 mm 哦。然后轴距也大概接近3000的 mm 了。这个频道里面加过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房车，很舒服有没有？它那个波浪的时候，这辆车是，哇哦，感觉上海浪滔滔我不怕。像你这辆车买回来，你有去保养过什么东西？有坏吗？没有吗？只是有一个东西要比较注意，是它的那个 turbo， 它那个filter 会比较容易塞，然后有一个 filter 的，然后就是因为它塞了，它的油去不到 turbo 润滑，所以它的 turbo 会烧掉。啊，但是我们有换一个改装件，就是filter 的那个洞比较大，然后换出来就是加长加大出来，我们以后换黑油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更容易自己去clear 这个 filter 的东西，不然要拆很多东西啊。只是换了这个东西过后，基本上就解决了这个 turbo 会烧掉会坏。我朋友玩这个车，然后他们也有方面在里面，所以就才敢去玩这些车。等一下你要弹射一下啊，弹射啊。弹射了，就要什么条件吗？这个弹射的？我帮你就只是负责你用 auto 就可以了，你踩住 brake， 然后RPM 拿到一个2900、3000转 ，OK， 弹出去就可以了。哇，我很喜欢的那个很平静、很柔顺那种感觉嘞。这种6缸以上的车，你感觉到那个车就是丝滑而已咯，那个引擎非常的丝滑，然后它低转的时候有一个沉沉的一种声音，你们听不到了，对不对？可是 V8 就有呈现出来那种。哇哦，非常的哇的声音有没有？你们有没有听过那种野马5.0啊，或者是那种什么 S63啊、C63 V8 的声音？你给我准备好了不？那我们就 AC off， 说2900、3000转，差不多。Alright， 因为踩的都会屁轮。3、2、1。哇靠哎！这个是什么车呀？虽然没有0到100坐的车，可是这是什么车？这是什么车 ？Oh my god！ 这是我有史以来做的最疯狂的一次弹射了，Johnny，真的。哇！那我试看加速看啊，它的那种感觉。哦 ，damn！ 哇，很棒有没有？ Oh my god! Oh my god! 那个扭力，哇，完全不同性格去哦。刚刚原本我是很豪华的、很优雅的在驾这辆车，可是现在我这个性格就是
我整个那种西装有没有？我上车，我把它脱掉，然后那个领带一扭开，就是拉下来一点。我就是现在的状况，哇，整个野性出来了，这样子。Oh my god！ 其实它操控也是很棒一下的。我现在长轴距的车在过这种高速弯的时候，它给到你的感觉是心情的满满。这辆车大概2吨左右哈，它是比什么 RS6来的更轻吧，轻一点点。我觉得早期的奥迪的 Quattro 系统才有味道，反正现在新的话，它会把多余的这个力比较多注重于在于前驱。OK， 它需要的时候，可能你后面有一点甩尾还是怎么样，会有一点没有 traction 的时候呢，它的后轮才会起效用。可是这个年份的这个年代的奥迪是当时的市场里面是最到功了的，最棒了的。反正那天我试驾一个 Q5，我感觉到我过弯的时候，只要它推头没关系，我再踩一点油门 ，hold 着那个油门去，它的后轮会抓了之后，而且我的推头明显之间没有嘞，它后轮抓掉它。就让它有一点 oversteer 的情况，哦，哇 oversteer 的情况，然后就很顺利过完那个弯，很丝滑的感觉，就是对了，就很神奇了，就感觉到真正的Quattro的效用是怎样啊？是个所谓的4脚蛇有 response，看我不用踩多油门了，我现在踩一个28吧。Oh my god， 那个 V8的声音真的让人陶醉啊！觉得这辆车我不想要听音乐，我只是想听它那个引擎的咆哮声就好了。哇哦！虽然这个车现在 OK， 我现在调回 Auto Mode， 可是有一点反人类哦。为什么我的左边它是倒反的？为什么？我不知道。Why？ 奥迪 Why？ 我这没有踩完啊，我只是来。你要再高吗？OK， 好了。心里有话都不想再说，记得以后一样快乐，这世界没那么多因果。OK。有没有？刚刚那个感觉，听着这种歌，然后过那个弯，感觉到好像是心情不好了，我就是要烧一个弯这样子的感觉。哇 ，emo 那个弯，有史以来最 emo 的有没有？可是很爽，那个真的那个过弯的感觉特别的很踏实的这样子，很黏地那种感觉，很放心我驾到那个车很放心。除了马力大之外，真的这辆车觉得如果一个会有700匹马力在云顶上面是不好。发挥不到这么多马力的，我可以这样子讲。基本上转速也应该是3000、4000转已经很够用了，因为那个力已经是很 Pro 了 ，Pro Max。哇，那个 V8的声音。我很喜欢的米德真的，我很喜欢那个灯，那个后面的背光发白灯，然后还有那个转速的红区啊，呈现出来的效果真的是视觉感官非常的好，就我很喜欢，这也是新车的很多新车给不到的感觉。所以我觉得驾车我的眼睛视觉除了是，因为我们看内饰比较多，这辆车的第一个内饰真的是非常的漂亮了，第二个就是奥迪很班代，当年很班代在做这个它的那个仪表之外，它的车头灯真的是奥迪一路来玩灯很厉害的嘛，所以它的车头灯无可否认是非常的够力啊它。OK， 好了，那这个我们来到这个云顶山脚了哈，我们下个影片就会拿奥迪 S8 上山试驾喽。然后还没订阅的朋友们呢，记得按下订阅啊！如果支持我的朋友们，也不妨给入个会员，可以马上观看这个冲上云霄系列吧！哇哦，王迪，你的朋友来呀，是这只吗？当时欺负你那个，对呀，非常感谢 Johnny。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，不要忘了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还有打开小铃铛。我们下一集的影片再见，拜拜。